以往我们的淹水感测器啊，放在路面上的，大概都是说有刻度，比如说30公分、45公分、60公分，它是区间的，就是说到这个点，水有碰到这个点，它才会去一个雨洞期，就回传说现在淹了30公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到30公分的话，它是不会有回传值的。所谓连续式，就是说当淹水从1公分、2公分、3公分、4公分、5公分都会掌握得到，那我们都会有立线的图。那有个优点是说，这样你可以掌握到，除了说刚刚淹水值没到的情况，你也可以掌握到以外，你也可以掌握说整个淹水完整的历程，包含水进来、涨起来跟退水整个阶段在什么时间点，那跟当时的雨量值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说跟附近的在一起有什么样的关系，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脉络这样子。低功耗的部分是在通讯这一方面用了非常低的电量，所以它不用考虑到外部电力的，它只要里面用一个锂铁电池就可以撑大约1.5到2，而且它是全时间全年无休，一直回传，一直回传。我们的平台是 GIS 就 Google Map 为主，那以图台为主的原因是因为让你们使用者可以方便知道说辖区哪一个点现在它的感测状态是怎么样。那您刚刚有提到说里面像抽水站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为说像我们可以整合很多外部的资讯，比如说我们可以整合新北市像你们雨水科它做的下水道的感测设备，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整合进来。那像交通局的 CCTV 我们可以整合进来，像水利署防灾中心它的水位站我们可以整合，雨量站我们也可以整合进来。所以你的平台上，因为防灾这些资讯其实都是互通的。举例来说，就像下水道，它一定是从侧沟涵洞那边先淹起来以后，你才会淹到路面上来。所以我们可以借由2个资讯的联动，先从下水道的资讯监测，它如果达到警戒值，那很快它可能就要淹到路面上来了。那到路面上以后，我们就到第2阶段的淹水感测器去做资讯的收集，所以它是一个有关联性的。